當北京高聲警告別去日本的時候，日本迎來了史上最多的外國遊客，不是少一點，是直接爆表。2025年，日本旅遊業幹了一件極其羞辱現實的事，全年外國遊客首次衝破4000萬人次。這是一個什麼概念？過去日本人自己都不敢想的數字。而這個數字出現的時間點，偏偏是在中方11月發布赴日旅遊警告之後。你說尷不尷尬？日本政府觀光局最新公布的數據很冷靜，但冷靜本身就是暴擊。2025年前11個月，日本已接待外國遊客3907萬人次，已經全面超越2024年全年3687萬人次的歷史記錄。換句話說，12月還沒過，日本已經贏媽了。而北京那份別去日本的警告是11月14日發的，結果呢？11月日本入境遊客不降反升。更諷刺的是，當月有19個國家和地區的遊客數量全部創歷史新高。這不是巧合，這是結構性打臉。中國遊客慢了，日本反而鬆了一口氣。很多人過去有個執念，沒了中國遊客，日本旅遊業就得貴。現在回頭看，這句話像個笑話。確實，中國遊客在11月出現了明顯急剎車。10月，中國遊客同比增速 22.8%， 11月直接掉到 3.0%。原因大家都懂，外交緊張，官方警告，國內經濟壓力疊加。但問題是，日本根本沒被拖下水。中國遊客慢了，韓國、台灣、美國遊客直接補位。11月數據顯示，韓國遊客同比增長 10%， 台灣遊客同比增長 11.1%， 美國遊客數量同樣創下新高。一句話總結，中國遊客不來，世界照樣排隊進日本。更殘酷的變化還不只是誰來，而是來的人花錢方式變了。日本旅遊業這幾年一直有個新病，叫過度旅遊 over tourism， 人多錢少，體驗差，景區崩。中國遊客高峰期，日本商家表面熱鬧，實際上利潤並不漂亮。一組對比數據很刺眼，與2019年相比，訪日遊客總消費額增長 43%， 但中國遊客人均消費僅增長 30%， 明顯低於歐美、台灣、韓國遊客的增長幅度。也就是說，中國遊客來得多，但並不貴。現在中國遊客一慢，日本反而開始減負，日本沒它，反而開始升級。日經亞洲採訪的一位旅遊分析師說得很直白，中國遊客的突然放緩，短期會讓部分零售商吃痛，但從長期看，這是日本旅遊業轉型的機會。翻譯成人話就是，終於不用再拼命接低價購物團了。日本現在幹了3件事：一、控制人流，抬高價格；二、推高端住宿，深度體驗；三、把拼人頭改成拼人均消費。以前被中國游客擠爆的京都、鎌倉，現在開始篩客，不怕你不來，只怕你來得太便宜。那北京的警告到底傷到了誰？答案很殘忍，最先倒下的不是日本，而是中國人自己。為什麼這場看似對外強硬的操作，最終精準打擊的是在日本討生活的中國同胞，以及本就虛弱的中國經濟本身？如果你真以為北京這次的赴日旅遊警告是對日本的重擊，那你真的太高估這張牌了。因為現實是，日本沒疼，中國先流血，而且流血的不是什麼資本敵人，是一群早就被國內擠出來，在海外苦苦討生活的中國人。這件事，日本媒體看得比很多中國人清楚。《華爾街日報》在分析這輪旅遊政策時，直接點破一句話：這是一次典型的自殘式制裁。為什麼？因為日本旅遊產業鏈裡有一個長期被忽視的事實：
大量關鍵環節掌握在中國人手裡。你以為遊客的錢都進了日本人兜裡？不，現實是，大量民宿、旅館、餐廳是華人經營，很多地接社、私人導遊、包車司機是中國人，甚至不少免稅店、購物通道背後也是華資。這些人不在中國統計年鑑裡，不在政策考慮範圍內，但卻是真實存在、真實吃飯的人。警告一出，訂單先清零的是誰？11月旅遊警告發布後，最先出現的不是日本恐慌，而是一批旅日華商的訂單斷崖式下滑。導遊群裡再刷一句話，團全停了。民宿老闆開始算賬，12月春節檔直接空一半。這些人有個共同點，客源高度依賴中國市場，而他們又回不去。國內什麼情況，他們比誰都清楚。房子賣不動，錢賺不到，政策一天一變。結果現在，海外的生意也被一刀切了，外匯回流被自己親手掐斷。更隱蔽也更致命的是一條很多人根本沒意識到的鏈條。這些旅日華商賺的錢去哪了？答案是，很大一部分最終會流回中國。方式包括給國內家人匯款，在國內買房、消費、投資，甚至填補國內企業、家庭的現金流。在中國當前這個階段，外匯和現金流已經不是多一點好看的問題，而是少一點就窒息的問題。而赴日旅遊這條線本來是少數還能順暢運轉的通道之一，現在呢，自己一刀直接砍斷。日本這幾年一直在做一件事，降低對單一市場的依賴。JNTO 公開表態很明確，繼續深耕韓國、台灣市場，加大北美、歐洲、東南亞推廣，不再把中國當唯一增長引擎。而中國這邊方向卻完全相反，不斷把自己從全球消費鏈條中踢出去。你不來，別人來；你不花，別人花。市場從來不講情緒，只講替代。日本業內有個說法，聽着很扎心：中國遊客放緩，反而讓日本旅遊業完成了一次排毒。什麼意思？不再被低價團綁架，不再為了人頭犧牲體驗，不再靠爆買撐數據。現在的日本旅遊開始講預約制、限流、高價、深度體驗，而中國遊客卻被擋在門外。到這裡，其實答案已經很清楚了。這次警告沒有讓日本遊客減少，沒有讓日本經濟受挫，沒有讓日本政策讓步，卻實實在在的打擊了海外中國人的生計，切斷了一條外匯回流通道，再次向世界展示了不穩定、不可預測。一句話總結：刀揮得很響，血卻流在自己身上。旅遊不是武器，市場不會站隊。當一個國家開始用警告對抗消費，用情緒對抗數據，用姿態對抗現實，結局幾乎從一開始就寫好了。日本已經進入4000萬遊客時代，而中國正在親手把自己擠出世界。這一巴掌不是日本打的，是現實。